还嫌刚刚不够丢人呢？哼，小郡主管得还真宽呢。辅国公大婚，朝中要员皆数到场，成千上万双眼睛都盯着呢。你纪刚要弄得自己丑态百出，颜面尽失，我是管不着。可是你不要连累了夏巡。郡主真是心胸宽广，竟可以不计前嫌，此时此刻还在为夏兄着想。纪刚佩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郡主难道不知吗？夏兄和谢雨菲的这门婚事，都是夏兄向皇上讨来的。夏兄甘冒皇上盛怒，向皇上讨来这门婚事，可想而知谢雨菲在夏兄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可郡主您呢？您向皇后娘娘求得赐婚的许诺，到头来不过就是枉费心思罢了。你是在嘲讽我吗？纪刚不敢，纪刚实话实说罢了。你，枉费心思的又何止我一人？纵使你纪刚对谢雨菲百般示好，大献殷勤，可她今日嫁的始终不是你。夏兄呢，和谢姑娘，他们是两情相悦，终成眷属，这是天作之合。我呀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即便她谢雨菲今日是辅国公夫人，可那又如何？世事无绝对，今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，今天的事情如果闹大了，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。夏巡跟谢雨菲他们已经拜了堂，已然成了亲。你纪刚这样大闹酒席是有违三纲五常的。两个朝廷的重臣为了一个女子争风吃醋，这样可笑的事情如果传到我姐夫耳朵里面，他作为一国之君，你觉得他会作何感想？我要夏巡，你要谢雨菲，我们两个是互不妨碍的。你纪刚如果真的是一个男人，你就应该鼓起勇气去争取。你纪刚如果真的相信你可以给谢雨菲一辈子的幸福，那你更加应该要去证明，更加要去做好你自己，直到你把谢雨菲争取回到你身边的那一天，你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可是你现在只是一个酒鬼。对，郡主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是纪刚方才喝多了，有些冲动鲁莽。郡主诚如您所说，世事无绝对，咱们怎么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你想清楚了就好。我要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郡主，慢走。策马一边拂袖正河山。郡主，请。不知豪情争不过离散，卸下铠甲锦衣穿，黄黄灯影人独叹。夏巡，我一心为你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对我。难道你真的对我一丝情意都没有吗？夜深的肝胆，撑一把纸伞，为你挡风雨和忧烦。
谢谢。你今天真的好美。只有握起你手的这一刻，我才能肯定这一切是真的。你真的是我的了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有我夏寻这般福气，拥有一帮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还有夫人与我相伴一生？你还记得我们在济南城的那天吗？永生难忘。我也是。那次，我真的以为我们逃不出去了，没想到，我们不仅逃出去了，还能够一起活到今天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遇到任何危险。如今，你已经封官加爵，免不了会惹人红眼，遭人惦记。夏雪，我们离开吧，远离这些是是非非，游历大江南北。就像你以前说的，我们一起去游历天下。你可知道，这有些是非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去的。安定天下不容易，想要国泰民安则更难。皇上想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我身为大明的辅国公，理应忠心辅佐皇上，完成治世之业。再退一步来说，我夏寻本身就是贱民出身，那些贫穷困苦的滋味，我都尝过。我知道他们多么想要一个太平盛世。谢谢，我要留下来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高于岸，流必湍之。你不怕吗？经历过济南城那次劫难之后，这世上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。那好，既然你不怕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夏寻为的是皇上，是天下百姓；我为的仅仅是你夏寻一个人而已。我夏寻这一生可以拥有你，是我最大的福气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谢谢，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不一样。啊，哪儿不一样啊？以前常听老人说，刚新婚那几日啊，新嫁娘最为娇俏，贤妻良母的风韵啊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以前还不信，如今看你这样，那就由不得我不信啦。那彭姐姐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娇俏一番啊？怎么又说到我啊？这西门庆对你如何呢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普天之下怕是没有几个人比得过他。你就赶紧答应吧，别折腾他了。什么叫我折腾他？我可没有折腾他。新出炉的白糖糕，白糖糕。老板，来2块。好嘞，哦不，3块。好嘞。你知道吗？啊，白糖糕，我闻到它身上可香了。是吗？我觉得肯定是衣服有熏香。很像咱们这种干粗活的人。就是啊，咱们可买不起熏香了。衣服洗完回去以后。来，您拿好。谢谢。
我突然想到可以开家新店。新店哦，如果把噪音捣碎了，再掺杂其他的香辛之样，加以混合，既可以洗衣服，还可以留下一些香香的味道。嘿，你这小脑袋瓜啊，真是个做生意的料。把这个牌匾子给我好好擦干净啊，用心点。小心梯子，扶稳了。好嘞。你这个上上下下擦干净了啊。然后你一会儿去门厅往那儿给我扫扫。不知又是哪位大人得到了皇上的封赏？看这院落还挺雅致的，应该值不少银子吧？你啊，怎么什么都跟钱扯到一块儿？你们都给我用心点啊！哟，见过高大人。景清大人已经官复原职了，可喜可贺呀！他回来了吗？我家大人正在里边等着您呢，您快请。景清，他不是建文的旧臣吗？他怎么放出来了？好丰盛啊！哎，我说辅国公大人，你不讲究一点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夫人。这个辅国公夫人啊，看来真是好的没话说。来，先喝一碗汤吧。多谢夫人了。这个味道应该怎么说呢？此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尝？你呀，我说你就别糟蹋杜工部的诗了。这怎么能说糟蹋呢？他的诗写得好，我借来用用而已嘛。好了好了，你这么会说话，连死物都要被你说成活物了。哼，这话怎么能这么说？夫人你，不就是我说回来的吗？你知道景清吗？景清，嗯，知道。建文旧臣，官封御史大夫，现在不是下牢入狱了吗？他被放出来了。真的？嗯，是真的。我和彭姐姐今日看见了。但这景清曾在北平参政，与皇上好歹也打过照面，说不定皇上念及旧情，把他放出来也不无可能。可是这也不对，这景清与藩皇之流虽然不对盘，但他却十分死心眼，怎么会突然开窍呢？他会不会是忠于旧主，另有图谋啊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这样吧，我明日去一趟锦衣卫衙门找纪刚，和他说一声，这件事我们还得提前做好防范，别出了什么事才好。希望只是虚惊一场。辅公公来了，您来了。参见辅国公。起来，起来，大家都起来。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我都没见外，你们见什么外啊？辅国公，您身居高位，还这么惦记我们，真是拿我们当亲兄弟啊！这明面上分了3、6、9等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咱们都是给皇上办事。年纪轻轻的，要有些干劲。今天干的是小事，他日你们干的就是大事。承辅国公贵言，卑职一定努力。你们也一样。是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就遣了纪大人来统领锦衣卫衙门，那是皇上对你们的重视。
日后你们大家都要好好的辅佐纪大人，为皇上效命。他日论功行赏，3列的各位谁都少不了。谢辅国公，请辅国公放心，我等一定尽心辅助纪大人，为皇上效命。行了，大家先忙吧。是。都去忙吧。哟，辅国公到访。哎呀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别来这些，咱们又不是外人。哎，这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。您是辅国公，我纪刚还是要拜的。纪老弟要这么说，就是不认我夏寻这个兄弟了。夏兄今日到访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纪老弟，你对奸逆帮诸人现在的情形了解有多少？榜上共计29人，实际入狱的只有14人及其部分家眷。夏兄怎么会问起这个？那这14个人中，现在已经有人被放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总共放了6人，他们上呈了请罪的折子，是督察院陈英大人请旨赦免的。我今天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纪老弟，如今这宫中的禁卫，都是你一人掌管吧？没错，宫中的布防确实是由我负责，但是沿袭的旧制并没什么变动。夏兄觉得有何不妥吗？纪老弟，你好好的想想，如今的这些人，都是力主削藩的，如今向皇上请罪投降，希望他们是真心归降。但若是假意呢？只怕是有人包藏祸心，假意归降。夏兄，你多虑了。这些人既肯请罪，那他们怎么还会起反心呢？再说了，建文已经自焚，他们又能效忠于谁呀？他们也会为他们的家人多考虑考虑吧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啊！我现在是无凭无据，不好奏与皇上。可是我们未雨绸缪，对皇上总没有坏处吧？纪老弟，如今你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加强所有的布防，这样你我2人都能安心。夏兄所言不无道理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吩咐下去。夏兄放心，这些天我会亲自盯着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辅国公，请喝茶。纪大人，请喝茶。谁让你此时来奉茶的？辅国公日理万机，过来吩咐点事情就走。你此时来奉茶，耽误了辅国公的事怎么办？大人，我辅国公的事耽误了事小，你要耽误了皇上的事，你有几颗脑袋？大人恕罪，卑职啊，没事。夏兄，你刚才吩咐的事情，我马上就去办，放心。好，那你先忙。还不送辅国公？是。哎，你过来。大人，你来衙门多久了？估摸着14、15年光景了。帮我办件事。请大人吩咐。你把那些会行刑的老师傅们都给我请回来。有些个手艺啊，不能失传。
是，大人。那不是锦衣使吗？昨日就听说了他被皇上开恩释放的消息，而且还因祸得福，升了职。没办法，说起来，景清也是皇上在北平前邸时的旧臣嘛。他不是一向以忠义自诩吗？我听说他是跟人约好的，一旦城破，便守一死节。可是你们看看，结果呢？我说他怎么不肯死呢？原来是等皇上恩赦。言不顾行，贪生怕死之辈呀。景清求赦，皇上器重他，自然也就赦免了呗。季大人，陈大人，您在怀疑他？季刚不知道陈大人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季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哦，季大人啊，您请。陈大人邀请我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季大人，这儿又不是朝廷，不必这么拘谨嘛。陈某执掌督察院，而季大人则是执掌锦衣卫。咱们这两个衙门和其他衙门都不一样，他们是帮着皇上治天下的，而咱们是在帮着皇上督察百官呢。咱们的存在价值就是拱卫皇上，咱们就是皇上手上的兵器。这兵器嘛，就得需要的时候才抽出来，不需要的时候就得刀枪入库啊！罢了，这得罪人的差事总得有人担着。这样，姑且你我受累。等什么时候我这督察院成了清水衙门，你那锦衣卫嘛，门可罗雀。到那个时候，就四海升平，天下大治喽。大人所言，季刚记下了。好，季大人一点就透，日后必定是前途无量。年冬时节不宜施工，等到来年开春雨水充裕起来，这些事都要抢在前头。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拨付粮食，赈济灾民。对此，户部有何应对之策呀？回皇上，天下粮米，江浙独占80%，江浙粮米苏松又占大半。如今已对这些地区恢复了粮米征收，相信可以应对明年朝廷所需。所以户部可以拿出压仓之钱粮，先用于赈济贫困和受灾地区的百姓。好，户部做得很好。国之本为民，民以食为天，不能让百姓饿肚子，那样的话会天下大乱。户部能妥善安排，向朝廷所想，济百姓之忧，你们呀，都应该向户部学习。
臣遵旨。臣有本奏。景清，有话请讲。臣这一本乃是密奏。真要活的！臣等罪该万死。锦衣卫救驾来迟，还望皇上恕罪。为什么？回答朕为什么？为雇主报仇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曾为建文削藩摇旗呐喊，朕不怪你。朕是当今皇帝，朕十分器重你。朕想与你君臣同心，共创盛世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朕？燕王朱棣背叛太祖遗命，实乃为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啊！你还想让我为你效命？做梦！哼！我要食你的血肉，方能消恨呐！难道朕就应该束手待毙？难道朕就治理不好天下吗？建文帝乃是正统，长子嫡孙，你算什么？你算个什么啊？你！皇上！皇上息怒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参见皇上。你怎么来了？赶紧让臣妾看看，可是伤照哪里了？有没有让太医来看过？朕没事，无需担心。姐姐本是在做针线活的，听闻您遇刺的消息，还扎了手呢。啊，朕看看，来，真有个伤口，还疼吗？看到皇上没事，臣妾也就放心了。朕今日得以侥幸，多亏是纪刚及时相救，不然朕也不能好端端的在这里同皇后说话了。多谢纪卿救命之恩，今日之事，本宫会记在心中。这都是臣的分内之事，请娘娘不必言谢。对了，皇上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发生赐驾的事啊？朕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坑朕，害朕，逼朕铤而走险，被迫靖难，似在出生入死，几度命悬一线。朕自从得了这个天下，又是怎么对他们的？朕一直抱怨，哄着他们，供着他们，可他们呢？他们是怎么做的？朕就不明白了。朕这个皇帝，怎么就这么难当？朝堂上的事，臣妾帮不上忙。臣妾只是觉得，皇上因为这些人而徒增烦恼，不值得呀。皇后说的对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朕是一朝天子，凭什么看着这些人的嘴脸过活？纪刚，臣在。昔日田玉一案，我太祖皇帝是怎么做的，你就给我怎么办。臣遵旨。那明儿先退下。还疼吗？没事。纪刚，纪刚，刚刚还好有你。果然被辅国公猜中了，
景清图谋不轨，都怪我没有及早做好布防，竟给了他刺杀皇上的机会。好在姐夫没什么大碍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尽心办好你后面的差事就好了。姬刚先行告退。官爷，不能见驾！让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皇上有旨，一个不留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见过大人。来了，那就开始吧。是。小人今儿送老爷上路。哎呀，手艺荒废10多年了，这要有什么差池，老爷请多担待呀。参见大人。夏寻，你等着，我姬刚绝不会永远被你踩在脚下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你们督察院是怎么做事的？自你任职以来，还没有抓到一个叛逆的、有罪的官员。去，回去跟朕查，但凡是结党营私、蓄意谋反、诽谤朝廷的人，都给朕抓起来！是，臣遵旨，臣马上去办。纪刚，臣在。锦衣卫也帮着查，查到了直接抓人，不用跟朕请示了。是。都下去吧。臣告退。臣告退。告退。要点青菜吗？这是刚来的，新鲜的。哎，姑娘，要点啥？给我来2块白糖糕。好嘞。锦衣卫班，让开！这就是锦衣提旗，皇上要重建锦衣提旗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了锦衣提旗，我在想，景清那件事会不会闹得太大了？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最近季老弟那边还真是抓了不少的人，一到晚上就鬼哭鬼叫的，瘆人的很。季大哥也从我这儿调了不少的人手，说是皇上要得急，得连夜开审。景清赐驾不是小事，看来皇上这一回真的怒了。那也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吧，人心惶惶的，老百姓怎么办？我听北镇抚司那边的人说，宁杀错，莫放过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得去跟季老弟说一声。这件事情你们2个千万不要参与，万一皇上察觉到什么，
你们也好置身事外。夏兄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我纪刚有皇命在身，皇上他要什么，我纪刚就得给他呀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洪武皇帝当年为何要废除锦衣卫？那是因为当时天下太平，不需要锦衣卫。可如今皇上他才刚登基，朝中局势不明，还需要我等为他辨明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只有天下归心，我大明才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天下归心不是你这么做的。难道要像皇上之前那样劝着哄着，然后再出一个像景清这样的人吗？皇上之前那是太仁慈，所以姑息了景清这样的人。可如今他要杀出一片太平来，我等之间只要听命便是，不用考虑太多。夏兄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柔寡断了？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对付白衣夏的吗？参见皇上。朕知道你来找朕是为何事，但朕有言在先，是他们先辜负了朕的一番好意，还想取朕的性命，朕是绝对不会轻饶他们的。皇上明鉴，臣此次前来，并非是要劝皇上放过这些大逆不道之人，而是另有所言。你说，皇上最希望的是天下士子的归心。但这并不是杀几个迂腐的书生便可以解决的。臣以为，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，要让他们看到皇上的宽宏大量，心甘情愿为皇上所用。皇上若是相信臣，臣愿意亲自前去劝说。臣是辅国公，代表皇上去劝说，足以表明皇上的诚心。你呀！罢了，罢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愿意认罪的，官复原职；执迷不悟的，朕也绝不会放过，一定要法办。臣遵旨。还有。方孝孺已死，另外2个不必理会了。臣明白。皇后，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妾亲自下厨炖了一碗汤。皇上，快尝尝。哎，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许你再劳累，怎么又亲自下厨了？哎，最近看皇上似乎面有愁容，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还不是这些个前朝旧臣。死守旧主，迂腐不堪，朕恨不得把他们全杀了，但又偏偏杀不得。身为95之尊，却不能随心所欲，这样的烦心事，难怪皇上要不高兴。不过有利也有弊，95之尊虽然不能随心所欲，却有数不尽的人才为您所用。这样为难的烦心事，皇上何不丢给那些人去苦恼呢？他们识君之路，自然要替君分忧。皇上只看着他们谁能为您分忧，以后就多多重用这个人。
朕的皇后啊，就是女中诸葛，冰雪聪明。依臣妾看，夏洵就很适合。皇上若是将此事交给他来办，他定能想出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一来不用大开杀戒，二来也不会折损皇上的颜面。夫妻同心，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朕方才已经差夏洵去办这事儿了，但没想到你也如此看重他。夏洵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子，臣妾当初想把明儿嫁给他，也是看中他聪明又稳重。哎，可惜。朕知道，放眼满朝文武，也就夏洵配得上咱们家明儿。但你也是知道的，夏洵心中有谢氏，而且人家已经拜堂成亲了。劝劝明儿，另择佳婿吧。明儿从小性格倔强，看着没心没肺，其实心里有主意的很。臣妾真怕他钻牛角尖，就认准了夏洵一个人，耽误了一辈子，那可怎么才好？不会的，朕一定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臣妾愿闻其详。到那时再说吧。只要明儿愿意，全天下的男人任他选，朕一定给他找一个如意郎君。臣妾替明儿先谢过皇上。皇后，快快请起，朕接着喝汤。你们这些狗官、奸贼、奸贼、狗官，你们不得好死！混账东西！奸贼！与国公奉皇上口谕，来看望各位大人。狗官，昔日各位大人对皇上固然有所不公、不敬，但是皇上宽宏大量，只要各位大人肯俯首认罪。皇上说了，方孝孺、黄子成、齐泰三人为罪魁祸首，罪不可赦。其他人，皇上皆会宽待包容。任凭你说得多漂亮，也难改叛臣篡逆之实。我等胸怀磊落，如光风霁月，纵然一死，也可名垂青史，虽死犹荣。尔等奸佞，却将遭到万世的唾骂。光风霁月，你配吗？我看你是明知自己必死，为了身后之名，才会如此的矫揉造作吧。小国不碍大节，大统自古有长嫡之分，国家伦理纲常，岂能无序？我等所为，为国为民，问心无愧，在这点上把持得住，些许瑕疵，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么，请问黄大人，是什么伦理纲常，关乎到国运民生，这么重要？皇室正统，那不过是先娶先生，头一胎罢了。这就是天意，这就是天道。天意？什么是天意？如今燕王殿下当上了皇上，这就是天意。借闻偌大江山，敌不过北平一隅，他何德何能啊？哼，皇上治人治孝，岂是阉贼所能比的？黄大人若想讲道理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的讲讲道理。这一家之主刚刚过世，尸骨未寒，这继承了皇位的长孙，便迫不及待地排挤各方叔父。这样的侄儿，难道就算得上是大仁大义吗？是，燕王真的反了。那没有反的呢？齐王还有吴王，他们两个又落得什么样的下场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我黄某死而无憾。你这将死之人，还跟本国公在这妄论大义？本国公渴了，
哪里有水喝呀？有，早就给您备好了。除了黄子成和齐泰以外，其他人若有想见我的，随时通报。是。夏寻，你就那么想坏我的好事？嘉行，让他们咬，让他们咬出越多人越好。去。是。夏寻，我看你能救出多少人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回老爷，府门口聚了很多人，我们进不去。走后门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这事总会有答案的。老爷，老爷，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他们说，咱家老爷深受皇上器重，希望老爷帮忙向皇上求情，放过他们的家人。他们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小林，你先出去想个办法，让门口的人先散去，免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了，构陷我们大人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回禀大人，这些日子每天都有范臣的家属跪在大门口求老爷帮忙求情啊。大人，这边走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你这府上可真是门庭若市啊！啊，哎。西门兄，你就别幸灾乐祸了，我可真是后悔不已啊！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们家谢姑奶奶呢？她不是嫌最近府门口比较吵闹吗？所以每天就在店里面待着，等到了闭门了再回来。现在知道好人难做了吧？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倒是担心这样下去，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夏老弟，我总觉得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会不会有人想趁此借题发挥，动摇圣上对你的信任？西门兄也这么觉得？我倒是派左丹去查过此事，结果如何？他打听到的消息是有人向犯官的家属透露了我的住址，并怂恿他们到我府门前来求情。是谁？夏老弟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你怀疑谁？不妨直说。我曾经以锦衣卫对旧臣所用的刑法过于阴狠，去找过季老弟，但是他坚持己见，我们俩有一些话语上的冲突，后来我就进宫了。你是在怀疑纪刚因为此事对你怀恨在心，所以才弄出事端，让你难堪，对不对？我也没什么证据。算了，我是不想影响我们兄弟的感情。官场难行，人心难测呀。西门兄为何如此感慨？是彭姑娘有什么事情吗？她能有什么事啊？倒是我，每天都寸步不离地跟着她，生怕一个不注意，锦衣卫那群豺狼虎豹就把她给吞了。
哎呀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盯着他了。哎，你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啊。好，你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夏老弟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俗话不是说，就算是亲兄弟，都要明算账。多谢兄弟。我刚才听下人说西门庆他来过了。是啊，许久未见，叙叙旧。他倒是被咱们家门口那些不请自来的客人给吓了一大跳。新衣裳还算合身，果然是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。看来娘子现在是嫌弃你夫君了。我这哪是嫌弃你啊，只是你现在贵为辅国公，穿着打扮上哪壶不得。这身衣裳呢，可是我亲自裁剪的，这是金陵城内唯一的一件。娘子对夫君这么好，夫君好生感动啊。你好生穿着这身衣裳呢，就算不辜负我的心意了。那是自然。今天晚上我就不脱了，我穿着睡。没个正经样。哦。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想啊，范臣之事，你还是不要牵扯其中比较好。你本来就因此事出了风头，金陵城中已经沸沸扬扬了。我担心一旦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我知道，你是担心我引火上身。帝王心难测，难免有些小人想要借机生事。我想我们还是先避避吧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。你看你从铺子回来就一直没停过，累不累？我一点都不累啊，倒是你，伴君如伴虎，很辛苦的。得此娇妻啊，夫复何求？夏雪啊，劝服旧臣一事，你做得很好。臣不敢当，是皇上宅心仁厚，这些旧臣们必定是心悦诚服，归顺于皇上。你不必过谦，朕知道你心善，不愿见锦衣卫对那些旧臣下毒手。你这一点倒是和高炽相似无二。皇子们天性纯良，臣怎能相比？我诸多儿子中，属高炽最为纯良，不过罢了。夏雪，为人心善是好事，但是不可被有心人利用了。大人啊，救救我们家老大呀！救我们家大人吧！帮帮我们吧！你们跪了这么久了，孩子也没饿，这吃点东西。来，拿着，拿着吧。孩子，想爹爹吗？你们这样跪着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咱们大人倒无妨，孩子们跪久了，毕竟不好。你们也不愿见孩子这么小就受世人指指点点的吧？回家吧，辅国公若能帮你们，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来，起来。
请回吧。嘿，子琪，猜猜我是谁？是你呀。哼哼，还是我家娘子厉害，把夏老弟家的门神都给送走了。是吗？哎呀！痛！哎呀，虐待亲父啊！救命啊！你现在胆子挺大呀！啊，谁允许你碰我的？痛了，你能不能把肉放开再说？我刚才看你对那小孩子特别温柔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？我方才去指挥司找你，他们说你来了国公府，我不放心你，特地过来看看你，没想到一来你就……你少跟我啰嗦！夏巡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我不回去手断了，还当什么差啊？走啊！走！谢谢。快进来！为何带我来书房啊？那，先坐下。我仔细的想了一宿，觉得眼下你务必尽快的抽身出来，不能再插手了。这是改朝换代的大事，一旦皇上觉得有必要再清洗一番时，你这件事就有可能被有心的人大做文章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你最好还是先离开这里，以考察的名义出去最为合适。就算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去，咱们也一定要想一个不令人生疑的名号才行。依我看，考察粮饷发放是最合适的理由。我看你倒是想借此机会到各地一游，出门晃悠晃悠吧，顺便物色一些新的店铺和生意伙伴。你呀，就这点小心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倒不如用考察水利工程这样的名号，周期长，又可以不用和那么多的官员打交道。我觉得不妥，水利工程大多都有地方的商贾和官员勾结，我们就是希望能远离这些。如果又卷入进去，传回来反而更难辩白。我们再好好的想想，总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暂且脱离朝中之事。老爷，皇上派人来接您，让您即刻觐见，有要事商议。好，你下去。是。放心吧，我句句就回。这是我昨天晚上模仿你的笔记，草拟了几份奏折，你先带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皇上还在等着你呢。你呢，在路上也好好的想想，用哪个理由请奏比较好。照我看啊，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，你趁这个机会，干脆请旨算了。我会找个时机向皇上请奏的，你就乖乖在家等我的好消息。朕今日召众爱卿前来，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商量。一，朕想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不知众爱卿有何人选推荐呢？微臣愿为皇上分忧。臣自荐。好，那就以曹国公李景龙，兵部尚书如常为正副监修官，以侍讲谢晋为总裁官，以翰林学士王景、右通政李志刚、侍读黄怀、修撰李贯等人为纂修官，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臣等遵旨。皇上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
该不该说？但说无妨。不如将建文朝的事迹附录于《太祖实录》后面，一来可以给旧臣们看看皇上的大义，这二来也可以解释建文帝在位4年发生何事。也好，你记得添这一笔就是了。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打算重开太祖时期的华义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大学士，以备顾问。不知众爱卿意下如何呀？臣等以为此乃造福社稷之举。至于入阁人选，朕还需要思量。皇上所言极是，理当慎重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朕呢，最近时常梦到母后，朕就寻思着给母后她老人家造一座大报恩寺。不知众爱卿谁能够胜任此事啊？臣愿意替皇上分忧，请旨修建大报恩寺。朕本也主意于你，你一定要替朕做好此事。臣领旨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众爱卿，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还请辅国公留步。皇上有旨，要辅国公留下共用晚膳。既然皇上留辅国公一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这皇上有没有说是为何留我用膳？没有啊，只是邀请了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纪大人也一起用膳。两位爱卿，来。都不必太剧烈了，吃吃便饭而已。前文旧臣一事，你们二人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得不错，着实替朕解决了不少烦恼。那是皇上运筹帷幄的好，我等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朕知道，在这件事上，你们各有不同的政见，但朕也相信，你们二人都是对朕忠心不二之臣。我和夏兄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，即使有些分歧，我们也会携手替皇上分忧。夏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。辅国公夫人真是出水芙蓉，花容月貌啊！是啊，既年轻又貌美，和辅国公可真是一对璧人呢。我看各位姐姐们才是风姿卓越、光彩照人呢。姐姐们也不要光顾着说话，喝喝茶，吃点点心，当成自己家就好。一看妹妹就是知书达理、温柔可人呐，谈吐举止就是不一样啊。夏雪啊夏雪，你还不回来？我都快被烦死了。不知道妹妹
手腕上戴着的手镯是在哪家铺子买的？我可从未在这金陵城中见过啊！这个是在我熟知的店家那儿买的。看这质地和成色，可真是与众不同啊！哎呀，是呀，真漂亮啊！既然姐姐这么喜欢此物，不如就送给姐姐好了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别客气，我可以托人再帮我买一个。看辅国公夫人啊，穿戴就是不一样，显得格外好看。不知夫人是在哪家商铺买的？不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呀花多少钱都行。是啊是啊，女人就得靠这些东西陪衬着。对，说得对呀。来，再饮一杯。好啊，姐夫，原来您说朝中有事，把姐姐一个人丢在内寝用晚膳，其实是躲在御花园里啊。你呀你，没大没小，没看见夏寻和纪刚都在啊？你不陪你姐姐用晚膳，跑到御花园来胡闹是吗？明儿，宫中的礼仪你一点都没学到，这些玩意儿你倒是个个没落下。啊，姐夫，你可别光说我可听说您小时候也特别爱玩这个。哎，不如您教教我吧，我总是放不高。胡闹！就一会儿嘛，姐夫。皇上，看在郡主难得请愿一次，不如就答应他吧。明儿，你若真想让人教你放风筝，夏玄和纪刚都可以，就别扯上朕陪你了。呵呵，我看还是纪刚教吧。若是没什么事，臣就先行告退。爱妻还在家中等着我呢。哎呀，你看看我都忘了。新婚燕尔，娇妻等在家中望眼欲穿了吧？啊！既然辅国公有要事要告退，那明儿就不求大人教了，先告退了。你给我，明儿，没规矩！皇上，既然夏兄有事要先告退，那不如让臣去教郡主吧。嗯，好，那你去吧。夏璇啊，朕本以为她是女孩子家，耍耍小性子，几日就好了。现在看来，还是对你有情啊。郡主她还是个孩子，过几日就把朕忘了。朕和皇后都想给郡主找个如意郎君，让她出嫁。女孩子家的，总拖着不嫁，终归是不妥。那皇上和皇后现在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这件事当然还要你出马呀。你呀，抽空陪陪郡主，也帮朕问一问，说不定就能套出什么话。这行不行？给朕个准话。皇上，臣要回去陪爱妻了，要不然就挨骂了。你，昨天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回郡主，昨天您说到您钟情于像叶家大公子那般舞文弄墨的文人。你这一连好几天都站着问我，你不累吗？不累，请郡主继续。哦，我的夫君最好能陪我吃喝玩乐。对了，还要能吃辣，最好是无辣不欢。每顿饭都要吃很多的辣椒，而且还要面不改色的那种。郡主，
你这前几日不是说喜甜吗？人是会变的嘛。我这2天喜欢吃辣不行啊？啊，你真的将我喜欢吃什么都记在心里了。郡主，我也是奉皇上的旨意来记录郡主挑选夫君的要求，自然事无巨细，逐条铭记于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的夫君呢，最好是能千杯不倒，能一口气饮1缸的酒，然后身材挺拔伟岸，最好还会讲笑话，还会放风筝，会说护我周全，还说一定不会让我受到伤害。郡主说的，臣都记下了。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臣就先行告退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要不你明天再来吧。这几日，郡主已经说了很多了，让臣先向皇上和皇后复命再说。不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不够的话，那先见了第一批夫婿之后再提。郡主有什么要求，到时候再慢慢的说。夏薰，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。谢谢。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喜欢上你的，为什么你成了他的妻子？我哪里比不上他？啊！告诉我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谢谢，谢谢。每一次来都让我穿这套衣服，又每一次都还没开始就自己先喝醉了，真是扫兴。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听下人说，你最近和那些贵妇人们经常一起喝茶聊天。是啊，是啊。要不是你这位辅国公大人，我怎么会每天都要和那些难缠的妇人，不是一起逛街，就是喝茶，还有看戏呢？简直快把我给累死了。辛苦夫人你了。你看你说的，我知道这是我作为辅国公夫人应该要做的事。我只是怕委屈了你，这应酬的事实在是过于乏味，我又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怕你是为了迁就我，让自己受了委屈。你就安心处理朝堂上的事，后院的事情呢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作为夫君我呢，准备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要先把眼睛闭上。不许偷看啊！我知道了。是什么呀？花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了了星光。小心点啊！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天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风望远航，月下离愁伤，3000夜未央。牵肠这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这是个秘密。我是希望我的夫人永远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谢谢。自由自在的谢谢，还以为你要送我的是2间铺子呢。哎呀呀！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这才是真正的谢谢我。今日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，过几日呢，我也还你一个惊喜。
你喜欢吗？来，坐上试试。你要推高一点啊。好，推高一点啊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。哎呀，谢谢，太重了，我推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准备好了啊，再高一点。悠着点。来。还有些人呢，都去哪儿了？让他们趁我还没有发火之前赶紧滚出来！回大人，今天早上辅国公大人带着皇上口谕，抽走了咱们锦衣卫的一些人，说有要事。你为什么现在才跟我说？回大人，小人以为大人和辅国公交情匪浅，定是已经知晓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及时禀报。夏雪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好久没这样聚一聚了。我说谢门庆啊，你早点把彭姐姐娶回家，这样我们就能多聚聚了。哎，这个饭怎么扯到我身上了？夏雪，你管不管你家娘子了？我们家娘子我可管不住啊。来，夫人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，谢谢。多吃一点。你爱吃的你也多吃一点。我最讨厌吃这个菜了，要夹就夹肉，你干嘛给我夹青菜啊？那就加肉呗。你爱吃的多吃点。对了，皇上已经叫我调动锦衣卫的兵马，去寻找那个人。纪刚知道吗？我今天去了锦衣卫衙门，倒是没有看见他。我想皇上应该有跟他提起过吧。夏老弟，你的想法是？我是希望可以把锦衣卫当中我们的亲信全部调到飞龙这里来，我再从飞龙密牒里抽调精英，组成属于我自己的乾隆密牒。乾隆，夏雪，目前大局已定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虽说现在是大局已定，可是夏巡毕竟是知道这么多秘密的人，前路难测，我觉得一定要有所准备，到时候也多一条退路。这一点我觉得谢姑奶奶说的没错，毕竟现在人在高位，伴君如伴虎，有些事情不得不防。官场之事我不多说什么，只愿我们兄弟二人能求得所愿，平平安安度过余生。干！能得诸位良友，是我夏勋一生的福气。那能娶到像我这样的娘子，是你一生最大的福气。行了，那接下来我的飞龙密牒还要交给你们二位了。除了你们二位之外，我夏勋真的不知该有何人可信了。夏老弟，原来你这顿饭是鸿门宴啊！还是按照老规矩，我负责联络。至于他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去哪儿他去哪儿，这事儿啊，他少不了的。我们手里的精英还是不够，我倒是希望可以借助寻找那个人的机会，我们在民间能够搜寻一些奇人异事，为我们所用。可是奇人异事一般都隐退于江湖，是不太好找的。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想找他们还不容易，我知道哪儿能找到他们。夏老弟，嘿，你要的人我给你找来了。飞龙密牒已经向我汇报了，听说你这次招收了不少奇人异士，还是我西门兄厉害啊！你听他吹牛吧，他就动了动嘴皮子，门都没有出一步。什么？动嘴皮子怎么了？
那也是我的本事。那你的嘴皮子能赢得过我的刀吗？当然赢不过你的刀啦。但如果我的嘴皮子能被你的刀给削下来，我也非常愿意。好了好了，眼下真有一件事，既可以用得着彭姑娘高强的武艺，还可以用得着西门兄的嘴皮子。哦，有什么事？尽管放马过来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，不许反悔。当然，快说。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去一趟海宁双鱼岛，招安徐虎和苏颖。招安？皇上让你见寺，你庙址选好了吗？这附近确实有些不错的寺庙，但是还没有选好。你说这个寺庙选址的事，也够烦心的。别太担心了，周围有这么多的寺庙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启禀老爷，郡主来了。小林，你先把郡主请到正厅，说我们2个马上就来。是。躲得了和尚，躲不了庙。不管他是为何而来，总归也是咱们的客人。难道你要把客人晾在一边吗？你不吃醋？我想吃醋的人应该是他才对吧？你人呢在我跟前，心呢也在我这儿。这府上也是我谢雨菲在做女主人，我还担心什么呀？好，就听府内女主人的。夫人请。请。夏雪，郡主。本郡主此次前来，可是奉了皇后懿旨，让辅国公陪着本郡主挑选夫婿的。皇后可是说了，让你陪我考察考察各官之子。要不这样吧，明日下朝之后，我带各官之子去拜见郡主。那可不行，你让他们这样拜见我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啊？自然是要深入民间，暗地观察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去集市上转转，既能探听各官之子在民间的口碑，还能够暗地观察各官之子的为人做派。不知郡主意下如何？谢姐姐不会怪我借用辅国公吧？郡主可是奉了皇后的懿旨。再说了，女孩子家的婚姻大事确实拖不得，我和夏寻一定会帮郡主好好物色如意郎君的。那咱们走吧。哎，郡主是真的要去集市？那当然了，你正好可以陪我去集市逛一逛。可是集市人多混杂，郡主乃千金之躯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向皇后交代？只要我把郡主易容成书生的模样，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了。好吧，那就有劳谢姐姐了。你也是。前阵子我留辅国公畅聊，害得他忘了时间晚归。谢姐姐没有责怪他吧？他奉皇上旨意为郡主排忧解难，我当然理解了，又怎么会责怪他呢？谢姐姐，姐夫如今如此重用夏寻，可你又不懂朝中之事，都不能帮他分担忧愁。他负责前堂之事，这后院之事呢，自然由我负责。我相信他的本事，所以又何须过于担忧呢？可是他，你扯着我了啊！对不起啊，还请郡主见谅。我夫君啊，最讨厌别人在他梳头的时候说话了。我给他梳头的时候都不敢说话，他老是说啊，话多的人定是肤浅聒噪之辈。快点，夏雪，你看那个。夏雪，你还记得吗？
上次我们翻山越岭，你带我去找我姐夫的时候，你给我买的包子我也吐了，面也没吃。老板，2碗面。好嘞。走。哎呀，来，坐呀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来3碗面。哎，好嘞。谢姐姐，你不是家仆吗？也是，我一个下人怎么敢与公子同席呢？我不饿了，咱们再去那边逛逛。他毕竟是郡主，你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还是不太安全，你还是去接他吧。你呢？我不想你为了我受委屈。我没关系。啊，我去那边正好可以办点事儿。他呢，难得出来一次，你就带他逛逛吧。我办完事呢，回府等你。去吧，快去。快去！我走了。谢姐姐呢？你不管她啦？他说他有事，让我好好的陪你逛逛。太好了。郡主，你忘了你穿的是男儿身，这样很奇怪的。对了，哎，不管您的面。主要拿用啊。多吃一点。哎，郡主啊，我这陪你逛了一整天，实在是乏了。天色已晚，您不如早点回宫吧。我不急，我就陪你等等谢姐姐。哎，夏寻，你不是一直在为寻找4指一事苦恼吗？我有办法。郡主怎么知道我为此事烦心？这寻4一事本就不是什么好活，自然会有诸多顾虑的嘛。我呢，已经派人私下查过了，秦淮河畔的慈恩寺，无论是规格还是位置呢，都最适合修建大报恩寺。已经找人画好了图纸，你看看。夏寻，我是不是帮了你一个很大的忙啊？夏寻，谢过郡主。那你是不是应该答应我？臣必定带着家眷进宫去，好好的感谢郡主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来人呐，送郡主回宫。老爷，送郡主回宫。是。请吧，郡主。请。皇上，来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皇上，您今日似乎兴致不错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也说给臣妾听听啊。朕听说明儿这几天整日待在辅国公府，忙着为自己选婿的事儿，看来好事将近呐。哼，好，夏勋办事得力，朕要重赏他。你听说这件事，怎么不开心呢？臣妾自然希望明儿早日选出如意郎君，只是臣妾怕他整日往辅国公府跑，
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的意思是，明儿借着选婿之事，还缠着夏寻？不会吧？明儿都已经开始给自己选婿了，证明心里已经放下夏寻了。天下好儿郎千千万万，任由他挑选，他怎么会痴恋一个夏寻呢？皇上治理天下，精通帝王之术，可这女子的心意却是九曲玲珑宫。皇上您虽是天纵英才，也是不会明白的。朕怎么不明白？你也是女子，你的心思，朕什么时候不明白过呀？臣妾是几辈子修来的好福气，才能遇到皇上这样的如意郎君。也正是因为臣妾自己姻缘美满，所以更加不忍看着明儿那个傻丫头明知道夏寻。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就别为明儿操心了。她那么机灵，又有我们保护她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来来来，吃点东西啊。找到了，慈恩寺，你看。你这是去干什么了？我跑了好几家寺庙，觉得还是慈恩寺最适合建大报恩寺了。我明天呢，还是先和里面的大师们商量一下，看看大师们愿不愿意。哦，你找到合适的地方了？嗯，找到了。哎，你不是说要去慈恩寺吗？那明天咱们两个一起去好不好？哼。我今天累得不行，要不我们早点休息？噔噔噔噔噔噔！嘿，哎，子琪，你看我厉害吗？来！哎呀，哎呀，上次夏老弟和谢姑奶奶上双鱼岛的时候，差点被炸药给炸死。不知道我们这次会不会也遇到危险啊？不会的。哎呦，你这么肯定吗？那你是对我的聪明才智非常有信心了。以你贪生怕死的性格啊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你早跑了，不会遇到的。我西门庆堂堂男子汉，心爱的女人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会扔下你跑掉呢？你看着吧，这次不管遇到任何危险，我都会好好的保护你。那请问，你拿什么保护我呢？比你的嘴皮子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嘴皮子可管用了，不信你试试。西门庆！西门庆！船上只有这个了，先将就喝一碗吧。等船靠了岸，我再给你找个大夫。找什么大夫啊？我就是大夫，而且是最好的大夫。是，你的医术天下第一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以为你夸我几句我就会原谅你。那你就不原谅我好了，反正我也无所谓。好了，你先喝吧，喝完了我再给你盛一碗。谁叫你色胆包天，活该掉进水里。我和我自己的未婚妻子亲近，天经地义啊！你再敢胡说，我再给你扔下去！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你当初明明在济南城答应我，已经同意做我的妻子了。我没有，就有，没有，就有，我没有，就有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慢点啊，哪不舒服啊？啊？哎，你伤着哪儿了？你伤着哪儿了？西门庆，啊，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啊？啊，说呀！你看你这么关心我，既然你心里有我，那我们就是两情相悦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肯答应婚事？难道你一向自诩与寻常女子不一样，到头来还不是和她们没区别，口是心非？我没有口是心非，我就是不想嫁给你。为什么不想嫁给我？难道我配不上当你的夫婿吗？
我的夫婿应该是英勇过人，聪明果决，他应该是个盖世英雄。聪明果决我倒是没问题啊，我就是想请问一下，怎么才算是英勇过人呢？至少比我厉害啊！比你厉害？我告诉你，比你厉害的就不是人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这次成功收复了双鱼岛，那我算不算是盖世英雄啊？啊切！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去一趟海宁双鱼岛，招安、徐虎和苏颖。招安、苏颖和徐虎曾救过3位皇子，若是能够顺利招安，定能助我一臂之力。就是前面这艘船吗？2位贵客远道而来，令双鱼岛蓬荜生辉。客气，客气。哎，夏寻跟谢谢现在好吗？我听说他们成婚了。你看我们整日出海，都没有时间去喝他们的喜酒。你可以跟我讲讲他们现在怎么样？有孩子没有？他们刚新婚不久，好得很，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。你们放心吧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群侄子和侄女缠着你们要红包的。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！来，请，快请。一路上辛苦了，不辛苦。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，这双鱼岛的人日子也越过越滋润。这可真是多亏了你们和夏寻啊！辛苦见。走，行，好。哇，这都是海鲜呐！海鲜好啊！来，各位，让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2位贵宾光临我们双鱼岛，我们敬他们一杯，来！干！2位贵客此次前来双鱼岛，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办？如果需要我们夫妻俩帮忙的话，尽管说话。我跟谢谢啊，从小就认识，那可真是情同姐妹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说。哦，这酒是不可多得的佳酿，是双鱼岛自己酿制的吧？哎，西门兄识货呀！这酒只有我们双鱼岛才有，这里面加了749种中药在里面，对身体无害，反而有益啊！西门兄若是喜欢，不妨多喝几杯，难得今天高兴嘛！啊，来，一定开怀畅饮。来，上酒，子期，我和子期敬2位，多谢2位款待。来，干！哎，西门兄啊，你这不能喝就少喝一点啊！没错呀，啊，都喝多了。来，早点休息啊！躺下。哎，你看他多不能喝啊！我们先回去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好，多谢你们啊，你们慢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去了啊。子期，我的好娘子，来，切一个，动，轻点！哎呀，你破坏了我的美梦了，赔给我！没你个头啊！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哎呀，我们是来干嘛的啊？来劝他们归顺啊！哦，是啊，哎呀，一想到办完这事，我们就能成婚了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一开心呢，我就多喝了几杯。
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明天啊就去找他们办正事，好吧？哼，哈哈。西门兄，西门兄，许兄，有鱼了，有了，有鱼了，有鱼了！皇上，有鱼了！来，上来了！哎呦，好大一条啊！子谦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大一条鱼啊！喜兄，西门兄，这么大的鱼，双鱼岛不多见呢。我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。来，过来！这看到了没有？你看到了没有？快看！不错，看吧。上来了，慢一点啊！慢点！来，好嘞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就不站住！给我过来！我就不过来！你不打我就过来！你刚才钓鱼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不是也忘了正事儿吗？现在害怕了？你说实话，你这么生气是不是担心我啊？我担心你，我是担心你吃多了撑死，还是喝酒喝多了醉死啊？一天不务正业，不干正事儿，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？你是担心我不干正事，完成不了收复双鱼岛的任务，你就不能顺理成章的嫁给我了，对不对？少自作多情。哎呀，我对你的情谊就如同是满天繁星，数都数不清，当然有很多。哎，西门庆，我说你天天跟我油嘴滑舌的干什么呀？我警告你，西门庆，要再不给我办正事儿，我就把你打死，扔到海里面去喂鱼，然后我自己去办差，一个人回去。你舍得吗？试试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别大动肝火了啊！今晚我们就办正事儿，你就等着吧，有我出马，必定手到擒来。哼！喂，你怎么不问我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啊？就是一直都拖迟的原因呢？能有什么原因啊？不就是沉迷于吃喝玩乐吗？哎，你说对了一半。我的确是沉迷于某件事情，迟迟没有行动，但肯定不是吃喝玩乐。那什么？一直以来，都是我说怎么喜欢你，多么的想娶你。这几天，看着你为我们的婚事忙碌着，着急着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西门庆，你疯了吧？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抿出来？救命！西门庆，给我站住！你看。今天晚上月亮多好，好久没见这么美的夜色了。是啊，多好啊！哎，西门兄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两位连日来的盛情款待，我和子琪感激不尽。哎，西门兄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想当初啊，要不是夏巡帮我们保住了双鱼岛，哪有双鱼岛今日这番繁荣兴旺的样子？你与夏巡是兄弟，就是与我徐虎是好兄弟，兄弟之间不必见外。好，既然是兄弟之间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兄弟之间当然有话直说呀。此次我们二人前来双鱼岛，于私是为了拜会两位，于公是为了件大事，必须与二位商量一下。
兄弟之间有话就直说啊！快说快说。朝廷希望能够招安双鱼岛。西门兄，你喝晕了是吧？啊？哎，你看看这里面的景象，放着这样的好日子不过，去归顺朝廷，替朝廷卖命，这不是说笑吗？对不对？别说是现在，就算是当初我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那也是逍遥自在的。更何况现在境况这么好，我们才不想被人束缚，为人鱼肉。你们说的很有道理，这些话你们当我是自家兄弟才会跟我说。不错，那么我也当两位是自己的大哥大姐，说句心里话。说，你们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境况，有没有想过将来呢？俗话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们想的就是当下太平的日子，有没有想过几年之后呢？双鱼岛不是世外桃源，不可能偏安一隅。你们总要为长远未来考虑，找一个稳妥的靠山。西门兄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朝廷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靠山吗？怎么不可以？哟，彭姑娘，当年当今圣上有难，岛主也是出了大力帮忙的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岛主也是有一份功劳，那何不顺势而为，归顺朝廷？不仅这双鱼岛能有靠山，许岛主也能青史留名。哎，彭姑娘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当初我是帮的夏巡，跟朝廷无关。哎，说白了啊，我不会拿这件事情跟朝廷邀功的。好，看来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了，那我们就以后再说吧。好，以后再说啊。岛主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倭寇来了，人数众多呀！众多倭寇，夫人叫兄弟们准备。你自己要小心啊！你放心，走。喂，你要去哪？去帮忙啊！走。啊！什么？倭寇来了！真的假的？做大了！快！许岛主，这倭寇越来越多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这样还支撑不了多久，没办法，撤。好。苏阳，老花。西门庆，走啊！好，兄弟们，撤！快！坚持一下。谢谢啊。先这么将就包着吧，等倭寇退了，我再找药给你重新包扎。他晕过去了。怎么样？我越想越窝囊，就任凭倭寇在外肆意抢劫我们的财物，我就跟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这里。你方才不是说了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倭寇，肯定是做好准备来的。你看我们岛上这么多的老幼妇孺，真打起来，他们怎么办啊？也许这是天意吧。把这个药放到。之前我就说过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们双鱼岛想过与世无争的日子，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许多人视双鱼岛为一块肥肉，不吞下肚子，绝不甘心。
与其被这些穷凶极恶的倭寇给盯上，不如主动归顺于朝廷。那么以后双鱼岛的事情，朝廷便不能坐视不理。可是我知道你们的顾虑，其实双鱼岛远在海中，朝廷即便想约束你们，也是鞭长莫及。倒是你们双鱼岛可以尽管向朝廷提出要求，既然已经归顺，朝廷就该保双鱼岛安全，增派人手驻守双鱼岛。下一次再有倭寇来袭，冲在最前头的就不是你们双鱼岛的人，而是朝廷的人。另外，我们会用锦衣卫的方式训练你们双鱼岛的人。你们的人都很勇敢，只是战术上有所欠缺。以后你们双鱼岛不仅可以有朝廷兵马的保护，还有一批骁勇善战的自己人保护。我相信倭寇不敢再来骚扰你们。好，我们归顺朝廷。你别死啊，姐姐！兄弟，醒醒啊！苏大姐，双鱼岛这个仇，我徐虎永远忘不了。哎，小心，别太激动了。徐兄，一切都会好。铺完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，明日还要早起呢。哎，别，你就这么走了啊？还有什么事吗？不是，就……什么事儿啊？说啊。我今天在你眼里，是不是盖世英雄呢？我们的婚事该作数了吧？喂，你看哪儿呢？你的盖世英雄的未婚夫婿在这儿呢。啊？喂，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喂，我们今晚就成婚好不好啊？我床都铺好了。今天我要教授大家的是战场之上极为常用的近身打斗招数。这些招数虽然不中看，但是极为中用。你们学会之后融会贯通，以后上了战场便能出奇制胜。这是治兵器砍伤的药方，能够有效的执行，大家都必须要牢记啊！战场上不讲套路，也不讲道理，讲究的是胜者为王。你们只要记住一点，你们必须消灭敌人，才能活着回来。你们的父母、孩子、娘子，他们都在你们的身后。只有你们奋勇杀敌，并且活着回来，才能好好的保护他们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现在开始训练。这罐子是用生铁铸成，每罐先装入火药，再装入铁蒺藜、碎石、碎铁等物，罐口安装引线，使用时点燃引线，丢向敌人，杀伤力极强。这两天帮忙训练兄弟，着实是辛苦二位了。
那些该死的倭寇把我们双鱼岛洗劫一空，现在也只剩下这些粗茶淡饭，希望你们二位不要嫌弃。别嫌弃啊！怎么会呢？这粗茶淡饭这么香，可比那山珍美味多了。哎呀，有情饮水饱，夫妻之间患难与共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心里都是高兴的，还在乎吃什么吗？对不对？是啊，话是这么说。这想当初啊，我们夫妻俩穷的连一顿饭都吃不上，这一顿饭就一个馍馍头，你嫂子还分我一半。哦，如今算是衣食无忧，荣华富贵咱们可以再挣，可娘子就这一个，慢慢吃。怎么了？这饭菜不合胃口是吧？不是。哦，吃，来吃吧。来，夫人。吃啊，吃！哎，西门庆！哎呀，西门庆，快醒醒！今天这梦怎么做的这么好？哎呀，倭寇又来了！来得好啊，正好给我们练兵的机会。队长，听见没有？老实点，黑哥还敢来呀？看你们还敢不敢？看来这一仗收获不少。说的是啊，你看这群倭寇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，跟一盘散沙似的，船都来不及开走，东西都归我们了。不错，这样我们也能够放心的回去了。什么？你们要走啊？为什么？我们来这儿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，是时候该回去复命了。况且我们也要上报朝廷，表明你们双鱼岛归顺的意愿，这样朝廷可以早日派兵来保护你们，再也不用日夜提防着倭寇的袭击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好强留二位。可是二位对双鱼岛的大恩大德，我徐虎夫妇还有岛中上上下下，没齿难忘。徐兄，不必多礼。你放心，朝廷不会亏待双鱼岛的。千万要小心，以后要常来玩，到时候一定要带上谢谢和夏寻一起。肯定会的。到了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们送个信。你们一定要带我们向夏寻和谢谢问好。一定，一路顺利。有机会的话，回来看我们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谢谢。一路当心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走吧。走好，走好。一路顺利啊！一路顺利啊！想喝茶就自己倒啊，难不成还要我伺候你啊？哎呀，岂敢呐！我自己倒就自己倒喽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新婚之夜喝交杯酒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这么凶巴巴的呀？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慢着点儿，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呀你？哎，西门庆，你是不是又皮痒了？信不信我把你扔海里喂倭寇？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你之前明明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办成收复双鱼岛的事，你就嫁给我的。你哪只耳朵听到我答应了？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呀，之前在双鱼岛的时候，几次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，我要不是一直想着只要能撑过去就能娶你回家当娘子，我早就掉头走人了。
我为了你豁出性命，壮着胆子去当你的盖世英雄，如今好不容易成功了，难道你想不认账？你这叫始乱终弃。小爷我就是始乱终弃，你又能奈我如何？奈你如何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喽。啊，你去干嘛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喂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嫁给我？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哎，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条狗？啊，哎呀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啊？也不知道夏寻和谢谢现在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夏老弟肯定比我幸福啊，谢姑奶奶就不一定有你这么幸福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嫁给我呀？哎，我说西门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又胡说八道，是不是想挨揍啊？我只是想问你什么时候嫁给我。哎呀，娘啊！哎呦，我的娘亲啊！大师如今也同意了，我想可以禀明圣上，就在慈恩寺的基础上建大报恩寺。你想怎么修建啊？我倒觉得呢，修建寺庙的话，还是精致素雅一点的好。毕竟佛教圣地不适合太富丽堂皇了。哎，来了，好了。你错了。哼，郡主啊，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？你不用管我为什么来，我只需要告诉你，修建大报恩寺一定要雍容华贵、富丽堂皇。可那毕竟是……那又如何？哼，你可不要忘了，皇上之所以要建大报恩寺，是为了纪念他的生母，要的就是让生母名正言顺地受人尊敬，自然是越金碧辉煌，越能代表皇室。郡主所言有理，既是皇室的象征，理应以雍容华贵为主。小家子气就是小家子气，怎么也上不了台面。郡主，你此次私自出宫，有什么要解释吗？还不是来找你啊！